总说特斯拉喜欢调教用户，但和超跑代名词法拉利比起来，那简直就是弟弟。别的品牌卖车看钱，法拉利卖车看人。法拉利对自己的车主有着数条硬性规定：首年不得转卖，不得修改 logo， 不得擅自改色，18个月内卖出，法拉利享有优先回购权等等。只要违反一条，那就进入了法拉利的黑名单，再想购买法拉利的特殊车型就难了。法拉利诞生至今近100年的历史，可以分为3个阶段：1929至1948以车队为核心的赛车阶段，法拉利诞生了自己的第一台赛车 125S；1948至1969针对收藏家的小范围销售阶段，确定了法拉利延续至今的限量生产策略。1969至今规模化生产阶段，在菲亚特控股之后，法拉利的销量开始慢慢增加。2015年，法拉利上市为关键拐点，虽然开放产量，但依旧保持限量，这就很法拉利。目前法拉利在售的14款跑车里，我们也简单分成4类：入门 Roma、Portofino M、资深812 GTS、296 GTB、SF90 F8、特别限量版812、Icona、Daytona SP3、Monza 4个类型，分别对应着新车主、老车主、资深车主、收藏家。Roma 一是致敬意大利首都，二是致敬条条大路通罗马这句名言，可见法拉利对其的重视程度。这款车刚出来的时候，有人说这款车的灵感来自于初代马王250 GTO， 也有人说是 SF90 和812 Superfast 的结合体，但这都毕竟还是法拉利。直到有人说像14年玛莎拉蒂发布的概念车 Alfieri， 这俩车先不谈像不像吧，就至少设计风格确实是差不太多的，侧面线条加上前脸和车尾的尾灯，类似小鹏 G9 和 L9 的区别。不过 G9 和 L9 为啥这么像，就有待思考了，知道的小伙伴可以发个弹幕。在我的深挖下，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，Roma 和 Alfieri 他俩的设计师竟然是师徒关系。Roma 的设计师 Flavio Mazzoni 是一位究极大佬，他的工作经历可以分为3个阶段：93到05菲亚特时期，06到09大众时期，10年之后的法拉利时期。第一台拥有4驱的法拉利 FF， 甚至拉法 FXXK 都是出自他手。Alfieri 的设计师 Marco Tanconi 则是从92年入行至今一直在菲亚特旗下，虽然没有参与过法拉利，但是他也是设计出过人送外号小法拉利阿罗 Giulia 的人物。他们都在菲亚特共事的期间，03年的 Forvia 概念车就是 Marco Tanconi 在 Flavia Mazzoni 的指导下诞生的。这是一款双门小跑车，基于菲亚特 Punto 打造，被媒体誉为最好看的兰奇亚车型之一，和当时兰奇亚在卖的兰奇亚 Y 一对比就明白了。你要知道，这可是当年和奥迪、夸球在赛场上打得有来有回的品牌。兰奇亚91年退赛之后，销量开始下滑，加上车型质量频出，导致苦心经营的高端豪华形象崩塌，甚至还成为了 Top Gear 的笑柄。兰奇亚也彻底从赛车品牌跌成了家用车品牌。所以对于车迷来说，这简直就是兰奇亚要复苏的征兆。而兰奇亚并不打算投产，属于是刚把火点上就一盆水给浇灭了。接着说回 Roma， 它是基于法拉利 Portofino 打造，取缔其成为最便宜的法拉利，来抢911和 DB11的市场，搭载一台 F154发动机，分为 V8 和 V6。之前法拉利说玛莎销量持续走低，打算停止向玛莎供应发动机，会花更多精力在自家汽车生产上，但就目前来看还在提供。V8 除了法拉利自家的 Roma Portofino M SF90 在用以外，还提供给玛莎拉蒂总裁 Truffaut、小总裁 Ghibli Truffaut、Levanti GTS。Truffaut 代表玛莎拉蒂的最高性能，在意大利语里是奖杯的意思，也是为了宣传自家 Truffaut Maserati 赛事。这是一个绝对公平的赛事，所有的车手都会使用相同的赛车发动机、悬挂、轮胎、调教、后勤等等完全一致，菜那就是真的技不如人了。V6 的版本代号 690T 则是提供给阿罗的 Giulia 四叶草、Stelvio 四叶草、Giulia GTA。 我去查了一下，在某网站上17年的四叶草价格在60万，只需要60万你就能获得价值500万的 SF90 的阉割版，你就说值不值？要是再不行，可以去重庆试试，随手来辆黄色法拉利。开个玩笑，不过确实有个坏消息，因为刚刚说到的玛莎和阿罗的车型所使用的 M56 和 FCA 929平台没有办法直接改成新能源平台，后续会被菲亚特淘汰掉，可能下一代玛莎和阿罗就直接进入新能源了吧。 Roma 的设计灵感据说来自于60年代的意大利，甜蜜生活，说人话就是来自60年代的250 GTE， 毕竟前置2+2车型在法拉利的历史中可不算常见。最有意思的是，恩佐作为法拉利的创始人最爱的车型也是2+2，为啥呢？因为相对自家跑车更加舒服和实用。在设计这款车的时候，恩佐对宾尼法利纳的要求是在不牺牲250优雅和运动的前提下做成2+2，于是宾尼法利纳就采用了最简单粗暴的方式，把发动机、变速箱和转向装置都往前移，把油箱往后移，就在这个2600毫米的轴距里硬塞进了4个座位。正常来说，一款车的亮相，车企都会选择在大型车展上，而恩佐决定剑走偏锋，将这款车的亮相放在了勒芒耐力赛上。他将以引导车的方式公布于众。作为法拉利首款大规模生产的4座车型，它的销量还是非常不错
错的，在63年停产前大概卖了1000辆 GTE， 占到了250 GT 系列的2/3。关于250 GT 还有一个故事，意大利是什么地方？超跑之都啊！60年代偷窃跑车的事情时有发生，每当面对跑车的时候，罗马的警察叔叔只能干摇头。直到一次开会探讨如何针对这些偷车贼，一名警官默默地说了一句：“为什么我们不去搞一辆法拉利呢？”所有人幡然醒悟，于是就有250 GT 当警车的故事。这事让我想起了当年日本也是飙车族在高速飞驰，警察看到这个会先拿测速仪测测看有没有超过180公里每小时，超过了就不追了，因为追不上。在过去我们谈起法拉利的时候，总会说到宾尼法利纳设计的车身，他俩磕磕碰碰一起，差不多走了近70年。可以说没有宾尼法利纳就没有今天的法拉利。但是2017年法拉利彻底开始不允许自己的产品采用宾尼法利纳的设计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他们为啥突然就闹僵了呢？首先要和大家说一下，宾尼法利纳是一家设计公司，而不是车身制造公司。天上飞的、地上跑的、水里游的、能动的、不能动的都设计。06年都灵冬奥会的火炬奖牌就是他们设计的。法拉利正式和宾尼法利纳决裂，应该是从拉法开始的。在设计这款车的时候，法拉利拒绝了宾尼法利纳的建议，并声称拉法是完全由法拉利内部工作室 Century Style Ferrari 设计的。但其实细心一点的观众可以明显的看出，拉法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宾尼法利纳的影子在里面。宾尼法利纳的设计偏向优雅和美观，而法拉利自家则更加运动和具有侵略性。你想想，人们提到宾尼法利纳的时候，大多都会联想到法拉利，这就好比提到凯迪拉克的时候，不会想到对吧？这件事情直到2015年，宾尼法利纳被印度马硬爪花费了1.68亿欧元收购76.06%的股份之后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。2019年，在日内瓦车展上，宾尼法利纳公布了自己的首款电动超跑 Battista。Battista 这个名字是为了向宾尼法利纳创始人 Battista Pininfarina 致敬。该车采用碳纤维硬壳式底盘，4个安装在车轮上的独立电机，总功率1900马力，120千瓦时的电池，续航据说450公里，300公里12秒，限量150辆。外观嘛，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像法拉利，你们可以在弹幕发表一下你的看法。这台车的发布，某种程度上也是成为了法拉利的竞争对手，所以他俩能不闹掰嘛？但有一个细节 ，Century Style Ferrari 是2011年成立的，总不能说法拉利预判了2015年宾尼法利纳会被收购吧？其实宾尼法利纳早就对造车这件事就蠢蠢欲动了，只能说是法拉利的名头太大，一直被忽略了。表面上宾尼法利纳十分光鲜亮丽，法拉利的车身设计公司，实际上宾尼法利纳年年都在亏钱。为了改变这一局势，宾尼法利纳就打算布局新能源市场。毕竟 PPT 造车多简单。09年宾尼法利纳就推出了一台名为 B0 的小型概念车试水，12年又推出 Campiano 的插电小跑车。这事儿也不能说谁不仁谁不义，毕竟都是为了谋求发展。有些时候对于车企而言，灵魂往往是遏制其发展的关键因素。车企顺应时代发展，我们作为车迷应该给予支持，而不是拿灵魂说事。毕竟只有活着的品牌才会有人喜欢。好，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这里是三居兄弟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